各位惊呆了！伊朗这次是真的露了波大脸，在阿舒拉航空航天科技大学举行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成就展上，伊朗向外界高调展示了其装备的最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法塔赫2。相比于此前的法塔赫1，在技术上有了更大的进步，而它的公开亮相也意味着伊朗成为了世界上第4个拥有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国家。与伊朗仅几个月就推出新款高超音速武器相比，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研发计划却屡次受挫，几乎没能占据太多优势，不仅至今未能成军，试射还多次失败。那么问题来了，没有高超音速风洞的伊朗究竟是如何研发出高超音速滑翔体导弹的？法塔赫2的性能如何呢？2023年6月，伊朗公布了其第1代高超音速导弹法塔赫1。从结构外形上说，中规中矩。该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双锥体弹头结构，弹头后部被安装了4片机动小翼，具备了机动突防的能力。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 的说法，法塔赫1的射程为1400公里，最高速度13至15马赫，弹头有效载荷1500公斤，弹头落点原概率偏差在30米以下，完全符合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定义。而关于法塔赫2的详细信息，伊朗虽然还暂未公布具体性能数据，也没有公布过试射的相关结果，但外界普遍认为法塔赫2的射程要比法塔赫1更长，可能在1400到2000公里的水平，而且突防能力也要强上不少。这是因为在6月法塔赫1的揭幕仪式上，伊朗革命卫队曾表示会把导弹射程增加到2000公里。那2000公里会是法塔赫2的最大射程吗？其实无论是1400公里还是2000公里，对于伊朗而言都已完全够用了，足以能让其威慑或打击到印度洋北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航母，或是针对沙特、巴基斯坦、以色列本土的全部目标。比如当初在法塔赫1公开展示的第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就出现了一份广告，上面是飞行中的法塔赫1导弹，配文则是400秒飞到特拉维夫。这是以色列第2大城市，而以色列现役的剑2、剑3、爱国者3以及最新的大卫投石所构建的中远程反导体系，虽具备相当不错的弹道导弹拦截能力，但面对高超音速导弹，还存在着拦截速度不足、拦截包线不够等一系列硬伤。毕竟目前全球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体系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基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和避难措施。相当于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后，就对以色列拥有了一边倒的远程打击主动权和威慑能力。而且火力军还想到了一点，万一伊朗把这技术分享给抵抗之胡了，又会怎么样？要知道，哈马斯有不少制式火箭炮，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美军基地的法塔赫110等等，可都有伊朗的影子。现在伊朗有了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也会提供给其所扶持的武装组织，使得高超音速导弹在中东地区内广泛装备，成为一张强力底牌。那法塔赫1和法塔赫2有什么区别呢？从公布的照片来看，很明显，法塔赫2在弹头构型上做出了较大的改变，由传统的双锥体弹头改成了成波体滑翔弹头，技术复杂程度比双锥体弹头高了不知多少个等级。毕竟目前有这种技术的不多，俄罗斯锆石算一个，匕首是性能差一些的双锥体弹头。美军目前的进度是连双锥体都还没完全搞定，成波体就更不要想了。法塔赫1之所以会采用双锥体弹头设计，估计是考虑到这种设计的加工精度相对较低，无需进行高度复杂的多曲面外形布置和高性能耐高温材料加工，其空气动力布置和气动管理也比较容易实现。因此，伊朗军工科研单位首先选择以双锥体弹头常规布局为突破口，先拿个开门红再说。那法塔赫2的成波体滑翔弹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成波体滑翔弹头是当下高超音速导弹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其原理是利用激波压力来提升飞行器升阻比。别看法塔赫1进化到法塔赫2，表面上只是换了一个弹头，但难度可是成倍增加的。当然，
所带来的战斗力提升也是几何级数的，其最大的变化就是拦截难度更高，因为这种乘波体构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高超音速飞行阶段的连续大幅度机动上。相比于双锥体，乘波体上表面平整光滑，空气经过时不会产生激波，下表面则有凸起的披肩结构，空气在经过时会产生激波，而空气在经过激波时会被压缩，使得压强更大，因此下表面的激波就为飞行器提供了升力，从而提高升阻比。在相同条件下，乘波体滑翔飞行器的体积要远远小于双锥体，而且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机动，从而更加难以发现和拦截，如可以进行一系列大方位横向机动，或是实施大坡度转弯、变距滚筒以及横向突防等高难度复杂飞行。简单来讲，就是乘波滑翔体能打出更漂亮、更复杂的水漂弹道，因此更难提前预判轨迹和组织拦截。当前全世界的防空反导系统几乎都无法招架，当然，这也和高超音速导弹实战少的因素有关。目前唯一参加过实战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是俄罗斯的匕首，但匕首导弹前面也说了，还是较为落后的双锥体弹头，其应该与法塔赫1相当。升级版的法塔赫2采用乘波体滑翔弹头，据悉不仅速度高出 50%， 就连末端机动性也有了极大的提升。现在任何反导系统对其的拦截能力都近乎于零。由此可见，伊朗仅仅几个就从高超音速导弹的入门级迅速跨越到进阶级别，这进步速度实在令人惊叹。不过，面对伊朗的成功，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视野就显得非常尴尬了。美国军方虽然同时立项好几个高超音速飞行器，如美空军的 AGM-183A 和 AGM-182A， 美陆军的 LRHW 的暗鹰，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完成研制。除了我们熟悉的183项目屡次失败，暗鹰项目也创下了连续4次试射遭遇故障的记录。最近一次，据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证实，原定于9月6日在卡拉维纳尔角太空军基地进行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因故取消。可以说，美国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最快要在2027年才能小批量投产，可就是很尴尬。按理讲，美国是最早提出高超音速导弹概念的国家，型号立项也是最多的，为什么现阶段会被接二连三的超越？连伊朗在公布法塔赫2后都有可能跑在了美国前面。其最直观的比较对象就是美国陆军的暗鹰导弹，该弹采用比较保守的双锥体设计，相当于法塔赫1，但是暗鹰导弹的试射多次失败，最近的还因故取消，相当于入门都没有迈进去，更不用说进阶级的乘波体滑翔弹头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伊朗的法塔赫2不一定是真的，如军事专家阿比吉特·艾尔米特拉曾表示，除非看到试验，否则我不会相信任何事情。伊朗每年都会声称正在开发的10几种武器，他们发布过的2艘隐形模型、1艘隐形战舰和其他几枚导弹的图像等等都没有实现，这看起来完全是一场骗局。并且他还强调称，请记住，实现高超音速导弹并不是什么大事，维持高超音速速度才是大事。面对军事专家阿比吉特·艾尔米特拉的发言，也有好事者放出了证据回击。就在伊朗展示法塔赫2导弹的次日，伊朗革命卫队展示了一段法塔赫1导弹试射的画面。画面中，这款导弹采用了倾斜式发射架，导弹能正常发射升空，并且还有一段击中目标的画面。从伊朗能够如此大方展示这款导弹的发射和测试过程，足以看出伊朗对这款导弹充满自信，也说明这款导弹的研发已经比较成熟。配合现在公开的法塔赫2导弹，这会不会又是伊朗对以色列的警告？至于美国高超音速导弹发展不顺利原因，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除了其国内产业、科研力量等因素外，最大的原因，火力军觉得其军力发展重心就不在高超音速导弹上。因为在提出高超音速飞行器概念的开始，美国军方就号称半小时打遍全球，这意味着美国导弹必须满足超远射程、便于海外部署、超远距离制导等性能的苛刻要求。相反，俄罗斯、伊朗等其他国都只是防御需要，对射程等指标只要够用就行，根本不需要像美国那般因海外部署而限制火箭尺寸，所以他们搞起高超音速导弹来，可行性就高得多。美军则是要求多，摊开的铺子也大，这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伊朗能这么快发展起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近些年其工业实力和人才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实力甚至已经不弱于一些欧洲国家。可他们没有高超音速风洞是怎么搞出来的？只剩下了抄或是得到朝鲜的技术援助，这才搞出来的法塔赫2。但是无论如何，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法塔赫1也不是样子货，加上现阶段高超音速武器又是一种无解的武器，以及伊朗还展示了不少其他装备，而这些装备已经足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包括见证者146无人机、升级版10月9日防空导弹系统、麦赫兰移动防御系统等。这些装备如果被应用在加沙战场，给以色列带来的冲击也是其难以承受的。好了，关于伊朗的法塔赫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大家是什么看法？法塔赫1已经有试射视频了，法塔赫2是真是假，性能是怎么样的？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